我现在怀疑，这个烦恼之魔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若如此，这所谓的解忧殿便是杀人的邪恶之所。怎么可能？我上次明明看见流了血。那是烦恼之魔的血。如果你刚刚挥剑砍下他的头颅，那鲜血一样会喷涌而出。主尊，我已经揭下面具，亮明了身份，你也该现真身了吧？不可！那是神，神息潜于这躯体之内，不可冒犯。不可冒犯神，你会遭报应的，轻则疯癫，重则命亡。当年苏某随恩师狄公探诡案之时，冒犯的所谓神灵何止百千，也不差这一个了。之下，恩娃用笔墨书写它，负年华，烟雨狂沙，乱世繁华。解开这笔无怕，欢颜去杀，不畏风云变化，背负荆棘翅膀，不负我的年华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啊？你们干什么？你可以走了。啊，走，不许回头。这什么鬼地方？闹那么大动静，就为抢我身上那件袍子？早知道。解忧！阿生好歹也是在长安有宅子的人，这样的袍子才配得上我嘛。
没扣子。那个掌柜的又糊弄我。但它确实没有补丁嘛，而且还便宜，真好真好。上官，上官，上官！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。我是阿生，我是来报案的。您看，血书，救命解，也许是谢，一个人的姓。后面没写完的，应该是那个人的名字。有道理。这是要出人命啊！值多少钱？先说说看，你这张字条是从哪里发现的？这儿，这，藏这里。这件衣服不是你的？是。哦，是我今天去旧货店买的。买的时候盘扣就掉了？就没有，我正准备去旧货店退货呢。啊，这案子值多少钱？你这么爱钱，这张纸不会是你伪造的来骗钱的吧？没，我阿生是在长安有宅子的人，可不敢骗公谢。那我问你，这衣服是从哪儿买的？红娘子旧货店，莲花寺北边。所以这案子到底值多少钱啊？多少赏我点儿。老罗，来，跟我们来。要是你的线索真能探破命案，定会给你送去赏钱。这像是一封求救的血书。最后一个字没写完，像是夏天的夏，亦或是忧愁的忧。谢夏谢忧，倒是像人的名字。你是叫阿生是吧？是。你得把衣服留下，当做证物。哦，那是得留下。我这袍子100文买的，原价给你们。你说什么？这么件旧衣服100文，你骗谁呢？实不相瞒，那旧衣铺我经常去，这件衣服就是在那儿买的。你猜猜多少钱？您这件也是那旧货店买的？这得多少钱啊？40文。40文？我就说那掌柜的坑我吧，这连扣子都没有，跟我要50文。给他50文。你觉得这字迹是何时所写？乍一看，应是半月前。兵分两路，你去查这件袍子的线索，我去找喜君，请他判断出这没写完的字到底是什么。我知道，这是我今天卖出去的，买主叫阿生，嘴里常挂着在长安有宅子，却是个极其吝啬之人。我这件衣服一个补丁都没有，他就在这跟我讨价还价，没完没了，都耽误我做生意了。最后就给了30文，我都是赔本的呀。多少？30。哼，这个阿生可真行，连我都给骗了。哎，你刚才说赔本是什么意思？嗨，我不是做旧物生意的吗？这些啊，全是我在坊间收的。我收这件衣服就花了40文。你还记得是从谁手里收的吗？记得，修真坊的雨师，全长安唯一的女雨师。很顺利，今日龙王爷在家，长安定会有雨。
莫非这是人血？没错，是在一件来路未明的二手袍子里发现的，应是求救之人在危急时所写的。根据血迹，苏有明推断写于半个月前，故写字之人应凶多吉少了。半个月？血腥味儿还在，依我看来，不超过5天。5天？再让我看看。看着最后一个字，如不出意外，忧的可能性大一些。夏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但微乎其微。若这个字是谢，那么就应该读谢忧2字；若非姓氏，就是解忧了。解忧，在求救血书上写此2字，未免也太怪了吧？是啊，所以你应该先查叫谢忧的人。多谢喜君，多谢老费。哎，等一等，带上伞吧，要下雨了。雨师娘子，你可真厉害！你叫老天爷下雨，他就下。要不，你再跳跳，让老天爷也在我的心坎里边下场雨，怎么样？出去。你每次登台祈雨，我都来看，不感动吗？现在没人。你单独对我好点，怎么了？你还是出去吧，不然你会后悔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调戏你怎么了？没揍你就不错了。我娘子就是被我打跑的。要不你做我的新娘子吧？我不会天天打你的，隔3差5打1顿，我舒服，你老实。松手，不然你一定会后悔。笑话！我阿大什么人？长这么大从来没后悔过。好，那你告诉我你家住址。你要干什么？怎么？不敢？哼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长乐坊赵景公寺旁就是我阿大家，怎么着吧？记下了。你额头的伤是怎么弄的？你男人不会也打你吧？让我心疼心疼我娘子！住手！你是何人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调戏雨师！她是我娘子，你管得着吗？这无赖胡说！谁是你娘子？你如此放肆，就不怕公谢抓你吗？抓我？说我调戏他，谁能作证？我便是证人。活人才能作证。司法参军的流动公廨就在附近，我不信你敢行凶。外边雨下这么大，哪有人看见？再说了，我娘子可不会报官的，对吗？大胆狂徒，还不赶紧放了他，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的。你们俩是一家的，讲话都一样。我先宰了你，再看谁后悔。陆凌风，
找死！敢欺负我的人！我何时成了你的人了？哦，我一直都是樱桃女侠的人，永远都是。雨师娘子，我之前去了红娘子旧货店，那儿的掌柜的说这袍子是你卖给他的。是，卖了40文，若需退还，随时可以。若加罚，我也认。你若卖的是自家的袍子，当然不用退还，更不用加罚。这不是我家的。那是哪儿来的？再过一刻，雨便停了。到时我带你们去个地方，便知道这衣服的来历了。你是神仙啊，雨什么时候停都知道。这雨本来就是我求来的，不信，你问他。怎么回事？你们俩早就认识？怎么认识的？我之前不认识他，我今天不是跟那个卢凌风流动公堂吗？正好赶上他求雨。卢参军，我回来了。司户贡献那边怎么样？叫谢优的没有，叫谢夏的倒是查到2个，一男一女。我和老罗分头去寻，结果2个谢夏都在自己家中，并未曾遇险。卢参军，我这里有一份。你看，谢优，此人非长安在籍，是外州来应试的。故只在雍州府临时户部上有登记，东方门侧门口有水井之宅，便是暂住居所。走，去修真坊。走。应该就是这儿。这家上了锁。哎呀，是租客吧？这宅子不错啊。对呀，要租房来我们修真坊啊，就对了。就是偏了点儿，可是再偏那也是在北边啊。要租赶紧租啊！最近进坊修仙的人越来越多，房价马上要上涨了。是啊。我不是来租房的。前问3位娘子，这宅子住的可是姓谢名优？啊，不是租客呀，是来找谢居子的。他已经搬走了。他何时搬走的？3、4个月之前吧。说具体些。哎呦，小郎君，那么凶干什么？薛欢，攻谢查案。在一间旧货铺出售的袍子中，发现了求救的血书，很有可能是这位谢居子所写。你们知道他搬去哪儿了吗？求救？血书？怎么？啊，这个，我们几位邻居也觉得难以置信，他怎么可能出事呢？毕竟他人挺好的。对，贵为举子。一点儿也不清高。是啊，还经常帮我们干活，还给我写诗呢。我们还总做好吃的给他。橘子是南州人，喜欢吃蘑菇。今年他生日时，我们还专门到乐游园采了蘑菇，给他做汤。生日时，看来你们邻里的关系不错呀。瞎说什么啊！上官在查案呢。
就这张嘴。三位怎么称呼？曼娘、阿聪、阿花。在下雍州司法参军卢凌风，三位娘子，一旦有谢举子任何线索，立刻上报攻县。走。卢三军，请喝茶。哎，李方正，刚才我所说的谢优，你可认识？认识啊，这坊间的举子我岂敢不认识？万一哪天高中了，那再认识那岂不是晚了？有道理啊。他人怎么样？好人一个。要不怎么能叫他解忧郎呢？哦，这解忧郎是何意啊？他呢，虽说是个租户，但是呢，为人热情，喜欢帮助别人，所以啊，周边那些个女邻居啊，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。女邻居，我今天倒是见过。这个谢举子啊，租的是曼娘的房子，可说来也巧，这房子周围啊，住的都是一些寡居的女人，然后举子呢，常帮他们写写信、写写诗。有时候也干一些体力活，不过呢，太脏太累了，邻居们也舍不得让他干。哦，你说他是好人吧？他对这些女子呢是真好，可是对我，怎么？他对方正您不恭敬？啊，恭敬倒是蛮恭敬的，可是他戏耍于我，把我搞得这叫尴尬呀。你能具体说说吗？哎呀，他呢？曾经求我帮他寻一个占卜师，想算一算来年看能否高中。我呢就把这个朱雀大街以西最好的占卜师请来给他算，说他来年能够高中。那当时把他给乐得手舞足蹈的，当场就约好了生日那天设宴，请我和占卜师。结果呢，他偷偷搬走了，人家占卜师那是逼着让我请客，这害得我打了不少银钱。生日。他是在生日之前搬走的。对啊。雪欢，听见了，时间对不上。当如何？拿人。花，你来了！你快把我从笼子里放出去，让我溜达溜达。昨天是我不好，但不是我不想尽力啊，我实在太累了，你就别惩罚我了，把我从笼子里放出去，让我去床上休息2天。等我养足了精神，我一定……一定什么呀？一定对他好是吧？那我呢？阿聪，你也来了。哎，曼娘，你们一起来的？正好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，我真的吃不消了。谢举子，原来你早就想走，所以就写了血书找人救你。只是我很好奇，你到底是怎么把血书传出去的？现在我们3个都在，你说吧，到底是谁帮你传递的血书？说出来，省得我们姐妹3个相互猜忌。要不然……别！我不知道什么血书，我什么时候学过血书啊？我是想过换个地方租房住，可现在我不想走啊！你们3姐妹待我不薄，轮着班陪我，这比亲人之福还亲人之福。神仙一样的日子谁想走啊？还有，我过生日想吃蘑菇，你们3姐妹就给我采蘑菇做汤，
我哪儿还有想走的心思吗？你真的没有写过血书？没有啊！来，不信，不信你们看，我这10根手指头哪里有伤，哪里有出过血啊？莫非是那个卢凌风诈我们？满娘，你也不用太过警觉，定是姓卢的弄错了。我们在修真坊住了好几年，想必不会出事的。不还是怪你？满娘让你少说话，你偏不听。谁把他关进笼子里的？是我。放他出来吧，关久了落下毛病，如何替我姐妹解忧？哎呦，大姐，说的好像就你心疼他似的。多谢3位娘子。解忧了。既然不是你写的血书求救，那就在这好好待着吧，省得你到别处去拈花惹草。你也不用考什么进士了，我们姐3个好好待你，这辈子就这么过了。又来人了！终于有人来救我了！这3个女贼凶恶至极啊！我被囚在这里暗无天日，一天到晚的帮他们解忧啊！混账！你刚才不还说其人之福吗？这片林子叫升仙林，袍子是3天前的早上我在一棵树上购下来的。按坊内民俗，但凡有人死去，家人就会把死者生前最后所穿的衣服或饰品抹上少许羊油，挂在这升仙林的树杈上。这件袍子是死人生前穿的。把死者的衣服挂起来，名为招魂之说，实为降鬼之用。死者的鬼魂如此才不会缠在家里不走。那真相不就是人一死就被家里人嫌弃吗？怎么，我说错了？非也，只是别人都没这么想，可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那儿怎么有只绿色的鸟？还真是，翠绿翠绿的。哎，雨氏娘子，你常来这儿吗？每天早上都来，因为除了雨氏之外，我还有另一个身份，便是采路人。采集晨露。正是，雨诗如仵作，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。到我这一代无男丁。那年我10岁，便稀里糊涂地成为了长安第1个女雨氏。对此我说不上讨厌，也谈不上喜欢，但总想着自己做主，选择一件事做，便成了采路人。露水采来何用？多年来，修真坊一直接纳来自其他各方，甚至是外州的修仙者，现已聚集近1000人。在他们看来，若能一直服用晨露，久而久之便可飞升。哦，这倒是个没本的买卖。
那天早上，我跟平日一样，来这生仙林采集晨露。这是我第一次在生仙林拿衣服，主要是很喜欢这个颜色，想着祈雨的时候穿。可拿回家试穿时，不知为何，一阵透骨的寒气袭来，真让人怕。正赶上有人来收旧物，我就把它卖了。我是有错，可这衣服是给死人挂的，也不算盗窃吧？应不算。只是我想知道，这袍子当时挂在哪儿啊？就是这儿。就那根树杈。还有事吗？没事的话，我要回去给郎君做饭了。啊，有劳娘子了。今日幸亏先生赶到，才没让那无赖得逞。谢谢。嗨，别提了，要是没有樱桃女侠，无命休矣。那我也要谢谢你。不必，我也不是来救你的。那你也是个好姑娘，这位苏先生好福气。嗯，我还真是个好姑娘，你也不错。哎，我说这怎么还互相夸上了？二位在此不宜久留，此地虽名为生仙林，阴气却重吧。多谢提醒，我们转转就走。这女人怪怪的。怪吗？人家刚才可夸你了。她说的没错，我就是好姑娘。啊，是。好姑娘能上树吗？那当然。鼻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树上怎么那么多鸟啊？还都是绿色的。据传说，人死之后入葬之前，会从棺材里飞出一种鸟，名唤杀。杀人的杀？啊，对，就是这个字儿。其羽毛是翠绿色的，乃人的鬼魂幻化而成。那叫什么杀呀？还不如直接就叫鬼鸟呢。此鸟俗名就叫鬼鸟。这鸟真怪，在外面一直都没看见，应是只生活在这片林子里。所以，怪的不是鸟，是这片林子。哎，你还能上去吗？能。上面可有什么蛛丝马迹？没有，这树杈上连个线头都没有。莫非那个瑞秋骗了我们？来，你接着啊，把它挂那儿。哦。哎，干什么呢？赶紧仔细找找，若这袍子之前有盘扣，那一定是瑞秋拽下来的时候给扯掉了。快找找。苏明。啊？是不是这个？应该就是它。这布料很普通，可这盘扣却是绿松石做的。这袍子啊，有些来历。
想必是行走江湖的朋友，此来行刺，受何人指使啊？不说。好，我说，我身后的是我的人。你们若敢害他性命，或伤他毫厘，我一定会跟你们拼命，哪怕流光最后一滴血。去平康坊，我也只听歌姬弹琵琶。几个月了，耳畔没有丝竹声，我真是受不了啊！你真的没有写过血书？没有啊。要不然你们再看看，有手指头多疼啊，我可下不去嘴。写下你的名字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哪那么多废话？这是你问为什么的地方吗？哦，我写。那3个女子为何要囚禁你？他们是歹人呢。哦，那你解忧郎的绰号是怎么来的？是，怪我，是我先勾引他们，这点我认。后来我想抽身，可没走成啊。自作自受，你这样的品行，不配考取进士。滚回老家去吧！他一下笔便知，那血书绝不是他写的。不过我想说的是，写那血书之人一定是读书人。哦，用血写字还能写那么端正，不太容易的。明白了，辛苦了。薛期长，他们不答话呀。刑罚伺候。刑罚伺候。我是主谋，地下密室是我家的，囚禁谢幽的主意也是我出的，与他们2人无关。让曼娘和阿花搬来做你的邻居，也是你的主意吧？你丈夫是怎么死的？把他压下去。是。曼娘，你武艺不错，手上有几条人命啊？也压下去。是。阿花，我是从犯，我是做过刺客，可一直都是协助，我自己没杀过人的。我若没有掌握证据，能让你单独留下来吗？阿聪的丈夫是你杀的吧？不是我杀的，是曼娘。曼娘是我和阿聪的上线，怪我不谨慎，让阿聪的丈夫知道了以前的事。曼娘招呼都没打一声就下了手，血溅了我一身，吓死人了。以前的什么事啊？也没什么事啊。不招，老罗、老贾、老刘。我招！曼娘是薛帝的刺客，我和阿聪是他的下线。
你怎么发现破绽？你们去乐游园采蘑菇给他过生日时，明面上他已经搬走了。都怪阿花这张嘴，当然也怪我，竟被解忧郎给勾引了，才落得今天。关于血滴组织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，你们直接砍我的头发！苏明，这个你要不再看看？你说是15天之前，可老费推断是在5日内。哦，这血字甚麻，如蚯蚓走泥纹。当时虽是乍一看的判断，现在看来无误啊。像这等完全干透了还发脆的，应至少是15日了吧？苏明，你跟狄公学的确实不错，有人犯案留下痕迹，定逃不过你的法眼。但若说起人血，那大概还是我老费见得多吧。我说不出5日，那是我闻出来的，你试试。切，你们的鼻子都不行，没闻到血腥味儿？没有啊。你多抠下一点来，溶之于水再闻，尤其是那个蟹字，或者是叫那个解字。你看前面“救命”2字，明显浅于后面的2字。这是因为刚写的时候写稀，所以需要不断的咬破指尖。你看，写到后面就咽如朱砂了。恩师孙思邈曾说：“人血离体3日泛腥，5日生腐。”你现在再闻闻水中之血。确实有淡淡的腥味，此乃血中精气未散之象。按《黄帝内经》血气衰变之法推算，绝超不过5日，当在3日至5日之间。可这字迹的干裂程度，哦，我明白了。近日长安的雨师都在求雨，而雨是今日午后才下。那件袍子一直挂在生心，袍子遭风吹日晒，加速了它的风干，才导致这只写了几日的血书看上去像是有半月之久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哎呀，多谢费老神医纠正了我的误判。不至于，不至于，咱都是一家子人了，行此大礼，我还怕折寿呢。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，问我，我随时指点1、2啊。那你告诉我，他失踪几日了？半个月左右吧。具体点。17天前的夜里走的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。啊，对了，我男人的脖子上有一块胎记，挺大的，就像是一条大黑虫子一样趴在那儿，很好认的。还有，他还因为这块胎记，给自己起了个绰号，叫赖大虫。那你把阿赖的样貌说给这位小姐听，让她帮你画出像来。哦，这位大嫂，请跟我来。别瞧，
这位是在下辛子房，长安县令。见过辛县令。哎呀，早就听闻修真坊的羽师有天仙之貌，果然不虚呀。若曹子建得会娘子，怕是要废了洛神府。偏若惊鸿4个字，本该写给你呀。啊，县令谬赞了。若没什么事，瑞秋先祈雨了。哎，有事，有正事。羽师娘子有如此容颜，求雨时一直戴着面具，岂不可惜？我想，能不能不戴？这不好吧？这羽师求雨从来都是戴着那龙头面具的，不然的话，就怕那龙王他不让进门呢。哦，那就在正式的祈雨仪式之后。我听说你常在台上带着大家跳舞，这个时候再摘下面具。这，我大唐开放，包容并举，不必因循守旧。相信羽师娘子摘下面具之际，一定会大受欢迎，能够将街东的百姓，特别是万年的达官贵人，都吸引过来。方丈，在。我听说来你坊间修仙的人是越来越多呀。是，这个不敢谎报。入坊修仙者近1000人。此间叫修真坊，就是整个长安最适合修仙的地方。现在才来了1000人，太少了。我相信，羽师娘子能摘下面具，就能招来更多的人到修真坊。你趁机将修仙圣地这块金字招牌打出去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修真坊的游客和房价不就……啊？那感情好啊！不过瑞秋，羽师娘子的工钱先给翻2倍，由长安县直接出资。娘子，如此可好？承蒙县令高看，我倒是愿意，只是额头有伤，怕吓到人。哎呀，这是什么人干的？我自己不小心磕的。若依县令所说，摘掉面具，我需稍整妆容，晚些开始祈雨，可好？这位小姐画的可真好，像极了我那郎君。你男人的脾气秉性如何？他……郎君，你这是又要去哪儿啊？哎，郎君，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敢问老子去哪儿？阿赖，你不要每天游手好闲的，动不动就打娘子。再有，哪有自己给自己起名叫大虫的？那不是因为你给我生条虫子吗？能赖我吗？老东西，你要是给我生成潘安，我还能游手好闲吗？你要是给我生成吕布，我是不是早就成龙了？还用得着叫大虫吗？你这个逆子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你起开！这大虫什么意思？那是老虎。2个老东西，要是再敢烦我，吃了！起来！世间竟有这等不孝之人！啊，要不是郎君失踪，我是绝不敢在外人面前说他的坏话的。上官，求求您帮我找找他吧。阿爷和阿娘也还都盼着他能回来呢。祈雨马上开始了！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阿赖可有要好的朋友？狐朋狗友自是有些的，但是要好的却是一个都没有。他平日连蒙带骗，还偷朋友的东西，甚至还调戏人家的娘子。这样的人，谁又会跟他要好呢？好了，情况我们都知道了。什么时候能找到他人呢？你先回去，有消息会通知你的。他要是还活着，你们找到他了，可千万不能告诉他那些丑事是我说的。要是让他知道了，我可就没命了。还有，千万不要惩罚他。为何？这个阿赖如此不堪，公谢代为惩罚，有何不可？对自己的阿爷阿娘都这样不孝，
不能罚吗？怕是他受了罚，回来之后，定是要变本加厉的待我。再有，他毕竟是我的郎君，我也舍不得他挨板子啊。好了，你先回家去吧。啊，我不回家，我还等着跟雨师娘子一起跳舞呢。这一天烦心的事太多了，就这一会儿能解去忧愁。龙王爷在上，修真峰雨师瑞秋，祈求您普降甘霖。龙王爷，显灵啊！昨天就看了，跳的还挺有意思的。喜君，走，咱们也去学着跳跳。贤灵，贤灵，哎，不是你们俩看我干什么？赶紧去散布消息，告诉他们，我们长安县的雨师娘子美若天仙啊，九羽最灵，很有可能是龙女下凡，所以很多人才入修真坊修仙。啊！快去呀！鲁参军，师傅。错了，你看，我长安百姓其乐融融，若天下都能如此和谐安定，盛世不就来了吗？原来师傅是这么想的，那我跟他们一起去学一会儿，可以吗？去跳吧。还有你们，都去跳。是。舒心了，就盼着齐允跟雨师娘子跳舞这功夫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我也是，我住宣阳坊，为了跟雨师娘子跳舞啊，我决定搬到修真坊了。这每天跳一跳舞啊，就能解忧，多好！是，井底之蛙。你说谁呢？说二位啊。这真正能解忧的地方，确实在修真坊，不过不是这儿。二位要想试试的话，我可以引荐。一副穷酸相，哎，别理他。哎你，县令，县令，啊！跟着他即可，看看他都在做什么。哎，
那雨狮舞挺有意思的，你咋不跟着跳啊？我是暗探，需对得起雍州府给的月俸，不是吗？哦，苏明，你跳舞就跳舞，少与那些女子眉来眼去。哪有？有吗？敢有！你们谁啊？哎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哎，我赖大成可不是好惹的，你放开我！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哎，松手！扒人家衣服做什么呀？你可以走了。啊？你们把我抓到这鬼地方来，什么也不做，要撵我走啊？滚！哎！赖大虫，也是你们想欺负就欺负他。改天一把火烧了你们这个鬼地方！娘的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我赖大虫可不是好惹的。你需慢一些，不然露水都落到地上了。多谢雨师娘子指点。是你？听娘子说后一打听，这行当可赚钱了，我也想试试。娘子家住的离这儿不远？不远。家里还有什么人啊？郎君。哎呀，娘子为何对我如此冷漠？自我将基，每月都会遇上几个无赖。你是个读书人，怎么也和他们一样？你误会了，我怎么可能跟……上次我为了帮你把那个无赖阿大赶走，差点就丢了性命，你忘了？那阿大贪财。不会是你雇的吧？啊！我与郎君恩爱，不管你有什么目的，都请离我远点。哎，查到了。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对你爱答不理的？人家雨师娘子是坊间红人，对我爱答不理的，不很正常吗？哎。你先去把那件衣服给我拽下来，我看是新挂上去的，也许与失踪人口有关。啊，是，这是阿赖的衣服，是我亲手给他缝的。他人呢？人尚未找到。那这衣服又是在哪儿发现的呢？在升仙林。哎呀，升仙林，人死外面了，还有人帮他把衣服挂到升仙林，也好，也好。上官，您再帮我把这衣服给他挂回去吧，免得他
阴魂不散的再来找我。哎，你今天一早，我在这儿发现了阿赖的袍子，已请他娘子确认过。哎，我说你昨日在这儿险些丢了性命，今日还敢来？罗连芳何在？哎，喊什么？我不在这儿吗？对呀，有你在，我何惧之有？哎，我真想知道，这鬼鸟晚上做什么？靠吃什么活命啊？哎，好像就是那儿。对，就是这儿。那个女尸娘子说，当时这件红袍子就挂在这儿。看来想要找到线索，还是得靠这件袍子。哎，那个绿松石，再给我看看。哦。哎，袍子的布料倒是寻常，却用了这么好的盘扣，这样的搭配，市面上应该不多见吧？可说呢。既如此，那我们去见见那个老朋友。哪个老朋友？啊，你是说康令？好主意。在这里，全长安的泡芙店尽在其中。我还专门叫人记下了他们每一家的特点。真实泡芙店，衣服上的盘扣及各种饰品皆用宝石。这不就是咱丢的那件衣服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啊？哎，扣子呢？那可是绿松石的。什么呀？讲下去。雍州司法参军查案，这位娘子不必看他眼色，继续说。这好像确实是我丢的那件。让你说话了吗？娘子，请说。这的确是我们丢的那件。这可恶的贼可真识货，竟然把扣子抠了。这扣可是绿松石，可值钱了，是我亲自钻的。钻的时候可小心了。来，你看看，可是这个？哎呀，就是它，我缝上它。谢谢啊，沈参军。有人偷了店里名贵的衣服，为何不报案？不是店里卖的，自穿的。自己穿的都不认得，还说什么好像？哎呀，他就是老糊涂了，在这店里干了10几年的活，天天与这些衣服打交道，难免迷糊嘛。在店里干活，看来你不是老板。可我刚才所问，你是怎么回答的？他呀，不说他，说你。既然他不是老板，难道你是？我，大老板，你都从掌柜变成老板了，棺材钱是不是补一下？我那是柏木，不是桑木，你得补我500钱。哎呀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那柏木值那么多钱吗？哎，柏木棺材当然要比桑木的贵一些。用柏木做棺材，那么符术、网相之类的就不敢近亡者之身。对嘛？你是明白人，你说你外甥这么好的店铺都归了你了，
你以为他的棺材板跟我这儿讨价还价，合适吗？阿离啊，给他给他。快走，回去。早这样，何必我上门呢？哎，谢了啊。死的是你外甥啊，善财啊是得急症死的，有证人呢。我问你这些了吗？哦，他真的是得急症的。哎呀，他膝下有无子女，我是他舅舅，只能我站出来替他料理后事，顺便接下了这个店，当上了老板。我问你，你外甥有多少积蓄啊？还不到10万钱。听你这口气，还嫌少了？姓戴的，你为何要跪啊？啊，我突然腿软，让你起来了吗？你叫什么？阿蝶。你与他是什么关系？没关系，我是善财的娘子。那怎么能说没关系啊？他不是善财的舅舅吗？是。你男人死了，这店本该是你的，为何成他的了？不是，舅舅只是帮我打理店铺。他自称是戴老板，别人亦如此称呼，你为何不反驳？戴老板，还是说说你外甥是怎么死的吧。不是我杀的，那是你谋害亲夫。也不是我。你2人可有奸情？他勾引我的。你个老东西，说好的一辈子不认账的，现在连公堂都没钱，一阵招了，我呸！就是你先勾引我的。是你对我不怀好意，偷看我洗澡，不然我勾引得着你吗？这都是什么理由？你2人莫再胡言，知道是如何害死善财的。速速招供吧，免得受刑。善财，他患的被拘之症，郎中说最忌吃鹅肉。其实他从小就没吃过鹅肉，故而好骗。我就……其实这主意也是他出的。什么？你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！我跟你拼了！我说的实话，我说的实话呀！卢参军，这怎么回事？啊，善财当时还没有死，我就想着把他家值钱的东西都倒腾到我的住处去，不然等他死了，那就不吉利了。包括这件袍子。当时不敢离开他家，怕善财的朋友去探望时找郎中救他，所以就找了急送铺。急送铺？跑腿的？对。结果其他东西都送到了，唯独少了这件袍子。这2天我还想找他们算账去。哪家急送铺？飞将军。店里做的名贵衣服，常让他们送，之前都没出过差错。这是你们的口供，看一遍，如无误，在上面画押。有银子还当跑腿，康老板，你不觉得可疑吗？也许他觉得这个跑腿的行当新鲜，想尝试。再说了，长安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我就没有多想。那他在你这儿干了多久啊？前后有几个月，小半年吧。关于这个陈叔宝，你还了解些什么？记得等活的时候，他经常翻看一些齐梁时的砚题史，别的我就不知道了。他在这急送铺有没有朋友？朋友，不知道。但他和阿胡一族，阿胡应该最了解他。他最爱看的呀，就是那徐陵诗集，还跟我说干这行不过是权宜之计。他呀，早晚要飞上那9万里高的天上去。他跑腿那是挑活的，
南边穷人住的方，他才不去呢。打的什么主意啊？我早猜到。2个月前，他往宣阳坊送东西的时候，认识了一个富家小姐。之后啊，这来店里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。我猜他俩好上了。他哪天离开的飞将军？你可记得？6天前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那天他穿了件石榴红的袍子，哎，这盘扣是绿松石的。我说你穿成这样，哪像个跑腿的呀？来，你看看，是不是这件？对，就是这件。这件衣服怎么在你们手上？陈叔宝犯事了？你可知他家在何处？应该是修真坊吧？你确定？有那么一天，思妇高楼上，当窗因未眠。唉，不早了，娘子应该做好饭了，回家了。你这来了一天，净挑活了，这一趟都没跑就走了？阿五，该你们组了。去哪儿？修真坊。行，我去。高山路。其实啊，我也不是很确定，只是我猜他住在修真坊，或者旁边的普宁坊、修祥坊、安定坊。没有叫陈叔宝的这个人呐，这入坊修仙者近1000人，也没查到这个名字。卢将军，普宁坊和修祥坊我都跑过了，没有叫陈叔宝的。查到了，查到了。安定坊有2个叫陈叔宝的，一个去年死了，活到了90岁，是安定坊有名的寿星；还有一个是寿星家邻居3岁的娃，为了沾寿星的好运，就给孩子改了名，也叫陈叔宝。也许他用的是假名。老刘，速去费将军急送铺，带个叫阿胡的到雍州府。是。老罗，去请喜君小姐到雍州府西厅，根据阿胡的描述给陈叔宝画像。是。这个阿生是个牙人，我跟了他1天，他一直游走于各方之间，向有钱人推荐一个叫解忧店的地方，说是可以让人排解忧愁，但我不知道店里卖的到底是什么。解忧店，还有这么个地方？有，就在修真坊。这个店每隔3日在戌时开张一次。戌时，时辰倒是快到了。真没苏珊了！大老板，阿爸！所谓解忧店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你看，你在这儿盯着，我去凑凑热闹。那你小心点。哎呀，放心吧。
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生意人。无人介绍，目的何在？别动手啊！别动手！别动手！我兴许是走错了地方，我这就走啊！你们忙你们的吧。哎呀，从长计议，此地不简单，樱桃，你立功了。是你？你不是公谢的人吗？我有何罪？你们这么对我？我问你，那件袍子你在红娘子旧货店是多少钱买的？50万。死到临头还不说实话，没人能救你。30，上官，我是骗了公谢20文钱，不至于要我的命啊！长安生活压力实在大，我还欠智库不少钱，我也没办法呀。看来他愿意说实话了。愿意。解忧店到底是卖什么的？解忧店不是卖东西的地方，那是抚慰人内心的圣地。圣地？哎，你详细说说。这长安纵有千般好，可这生活的压力实在是大，百姓官员莫不如此。于是就有了这个解忧店，它专门帮人排解烦恼和压力。每隔3日呢，店内便会举行倾诉大会。我阿生虽然早就是正式会员了，可是连最低的黑铁级别都达不到，所以只能在最外围倾听，连当众倾诉、缴纳会费的资格都没有。交钱还得有资格，没听说过。那你没听说过就都没有？上官，你放我走吧。今天有个黄金会员第一次来，我得去接他。第一次来就成了黄金会员，怎么才能做到？这个难，也不难。想破格成为黄金会员，那当然要用黄金了。哼，什么圣地，不过是骗人金银的。我去捣毁他。哎，莫急。哎，我问你，想要成为黄金会员，需要多少黄金？不定数，可商量。这解忧店本就不是商用之所，只是这会众人太多，没办法给每一个人倾诉的机会，所以就把会众给分成了黑铁、白银、黄金3个级别。这黄金会众的名额可是很有限的，原本是要来100次才有机会获得。我是有些关系，所以能通过金银这些身外之物去协助那些想当众倾诉、排解内心郁结的人，成为黄金会员。了然。哎，你不是要去接人吗？去吧。好。您来了，阿生，正是小的。为何不在此等候？我刚刚肚子疼，实在是憋不住了，故而去寻茅厕，耽搁了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带路。这边请。声音这么熟啊！樱桃，来，你之前见过这个人吗？太远了，而且他还遮着脸，我根本看不清长相。是谁呀？豁出去了！你有金饼？这是我这个雍州府暗探总监为了搜集特殊情报专用的。你干什么？你该不会要买一个黄金会员的身份吧？不是一个，是2个。我预感这解忧店有点意思，带你去见见世面。得了吧，我看你是怕丢了小命，让我保护你吧。看破莫说破。你倒是蛮识时务的。既如此，我又岂能不成人之美？前不见古人。
二位上官，为什么又抓我呀？等会儿，你们不会是想1块金饼买2个黄金会中的名额吧？这少了点吧？要么成交，要么我割下你的脑袋。成交。前不见古人，对什么呀？谁说不是呢？你说什么？哦，女子不是接这句，女子应该接郎君说了算。谁说不是呢？郎君说了算。二位只要径自走向黄金面具，对面就会问：黄金销售速思变。到时您只需要答出原诗的下句便可。那我呢？不，女子要答贵贱不如亲眼见。这都什么呀？千万要记住了，答不对的话，有杀身之祸的。黄金销售速思变。一贵一贱，交情见。贵贱不如亲眼见。原来二位是主上遣的黄金会员，请吧。师傅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费出事了。就是这样，2个鬼魂当着我们的面把费老板抓走了。陆苍君，你快救救他吧！对啊，陆参君，你快救救他吧！女的一身红衣带白面衣，男的黑衣蒙面，对吗？对，就是。对，应是那日在修真坊升仙林偷袭义兄和樱桃那2个杀手，他们所见和樱桃所述大致相同。细君，你留下画像。薛环，老贾、老罗、老刘，将雍州府所有能用的人手全都带上，全程寻找老费的下落。是。陆凌风，济世公不会有事吧？我真想知道，这鬼鸟晚上做什么，靠吃什么活命呢？还有，那2个刺客，我觉得那日他们不是尾随我到这儿的，而是我们在这儿遭遇。你的意思是，此时此刻，他们仍在林中，圣仙林。老酒鬼，可还认得我们？他不会记得的，那时候我们太年轻。二位这样玩，老朽实在是认不出来。既然是故交，不如先把我放下来。咱们有什么误会，可以听老朽解释一下。若是图财，老朽可以倾囊相赠啊！还想活命？这是升仙林，你现在脚对青云，头朝后土，这惩罚内奸的方式，你不会忘了吧？升仙林，内奸，费英俊，你协助官府设下圈套，害我恩师，今夜就是你的死期！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俩是那莫影老贼的俩徒弟，无珠和赤镇。拜你所赐，再也联系不上组织了，姑，名号也废了。那日刺杀苏无名的也是你俩。本来想杀了姓苏的，替恩师报仇，没想到
他身边的女子着实厉害，我们才不会跟他拼命呢。今日杀了你，为师父报仇后，我夫妇二人便离开长安。从此江湖上再无刺客、无诸和赤镇，只有逍遥快活的贼公贼婆。等到你的血即将流干之际，鬼鸟会送你升仙。明天一早，连骨头都不剩。看在我当年给你们治过伤的份上，放我下来吧，饶我一命啊！哎呀，我老辈还没活够呢。星月流转，又已3日，倾诉大会如约而至。世事纷繁，却有一定之规。人生苦恼，自有解忧之法。今神奇在将，前于主尊之躯，为诸君去除烦恼，度于众生。解忧之身，无等之王。今之解忧大会，一如从前，将在倾诉者中决出最悲苦的一个。被选中者，以前之惯例，斩杀本月的烦恼之魔。然等使者何在？礼毕，恭请主尊。光焰之下，突出真心，今在场者，内外赤诚，纯素心武，以消永业。主尊。我是大唐济公。别走！我是大唐济公啊！
救老飞！浩浩长安，天子脚下，哪来的大胆贼人？报名受死！我夫妇已无名无姓，正在城之内奸，与外人无关，还请行个方便。杀人害命，却说得如此冠冕，岂有此理！知道你武艺高强，夫妻二人本不想拼命，怎奈成奸仪式已经开始，不能停下来。剑破！今晚倾诉大会，5位倾诉者均已倾诉完毕，请主尊决出最后的胜者。今晚最悲苦者，胡炳娘子也。如此，斩魔仪式由胡炳娘子完成。
其他倾诉者，吾主尊将砍杀烦恼之魔的幸运赐予了你。上前去，挥剑砍下他的头颅。他是烦恼之魔，是大魔。长安世数众生烦恼，皆由其起。杀！杀呀！杀！斩杀大魔，后余年再无烦恼。卢三军，卢三军，卢三军，怎么样了？我们赶到圣仙林时，哪里还有人呢？尸体也没了，被鬼鸟啄食，剩下的残骨倒有几块，还有黑衣红衣留下的碎片，好吓人呐！什么吓人？绝对没有我们看到的更可怖。卢参军，调集人手去砸了解忧殿。什么？樱桃，莫胡说！可是他们砍杀的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我当然看得出来。陆三军，今晚我和樱桃在，这怎么这么大药味儿？是老费啊？费叔在救谁啊？不是救人，是自救。自救？哎呀，这养血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。哎，去换，再去抱床被子盖上，让他暖暖和和的，多睡会儿。好。樱桃，你一会儿啊再去盯着，去吧。细君辛苦了，要不休息一会儿？不用，再有半个时辰就能完成陈叔宝的画像了。我去画了。什么解忧殿，无外乎是敛财之所，怎么就骗了你的金饼了？苏明，你也不老呀，怎么就糊涂了呢？由着别人耍，你当雍州府有的是金饼啊！这可是我当暗探总监以来头一回动用金饼。还有就是，这解忧殿绝不像你说的那样，只是敛财之所那么简单，里面诡异的很。如何个诡异法？你就单说啊，这个到此间寻求解忧者的身份，有几位超乎想象。哎，对了，此殿3天开张一回，不如下回你我同往如何？哎，我之预感是，那求救血书上的解忧2字，指的就是解忧殿，只是尚未写完。若如你所言，那解忧殿确有可能是害人性命。可攻陷入修真坊里案，报案的只有一个失踪的阿赖。
干嘛呀？谋财害命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喊人，我报官。哼，你难道不知道他就是官？那官也不能私闯民宅杀人吧？骗我们金饼还有理了？我何时骗你们了？是你们自愿出钱买黄金会员的，1块金饼，2个名额，我吃亏的呀。我问你，你当时是怎么说的来着？我什么怎么说的来着？这黄金会员的名额可是很有限的，原本啊是要来100次才有机会获得。我是有些关系，所以啊能通过金银这些身外之物去协助那些想当众倾诉、排解内心郁结的人成为黄金会员。我没说错呀，我又没说你们成为黄金会员就一定会有倾诉的机会。狡辩！我割下你的舌头，信不信？来，哥，你割我舌头，我就写血书，我去天子那边我告你们。你写过血书？那都没有，那得多疼！哎呀，樱桃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他确实没有保证过每个人都有倾诉的机会。什么？苏明，你别说，你还挺讲道理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你已经骗了我2次，但是我心服口服。越来越讲道理了，我都想跟你交朋友了。我就是来跟你交朋友的啊！昨夜我没有倾诉的机会，回去以后彻夜难眠，所以我想再去一次。可以啊，黄金会员终身享有这个资格。我想多带些人去，都有黄金会员啊。哎呦，那1个名额，1块金饼。你这也不够意思呀！上官，这朋友归朋友，这生意还得照做嘛。不过我阿生最讲义气，那这样，2个名额，1块金饼，怎么样？这可是你逼我的啊！啊？我，樱桃啊，这个人交给你了，尸体等天黑之后扔到生仙林即可。是。啊，等等！算你们狠，都听你们的，行了吧？这喜事，不对，你最近一直是愁眉不展，今天却笑容可掬，一定有好事。说来让朕也高兴高兴。哎，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只是啊，昨天去了一个地方，名曰解忧殿，可以倾诉烦恼，郁结顿消。有这样的地方？是啊，可以说何以解忧，唯有解忧殿。能带朕去吗？陛下，此殿在偏僻的修真坊，陛下去不得。怎么去不得？朕心中亦有郁结，不吐不快啊！这些属下都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可是解忧殿这种地方，它只适合我们这些人去消遣。陛下的安全是大唐的根本，容不得半点闪失。更何况又要对暗号，又要戴面具的，这倒有趣。既戴上面具，就没人识得朕是谁了。你识不得，想害朕的人也识不得，安全自然就没有问题。我大唐之长安，还是太平的很呐。那也不行啊！都怪小的，胡言乱语，该打，该打，该打！这折叠眼熟，一时想不起来了。这不是瑞秋的郎君陈谦吗？我说这么眼熟呢，就是陈谦。这谁画的画这么像的？瑞秋，那个女雨师。对，正是雨师娘子。她家在哪？哦，在那边。有人吗？雍州司法参军查案。卢参军，
县令，要查案啊？那你先等等。我现在跟瑞秋说的也不是小事，甚至比你们要查的案子还要大。哎，瑞秋啊，一言以蔽之，我希望你在坊中选出模样俊美、自带灵秀之气的女子数名，比如5人、7人、9人，统一演练舞蹈，到长安各方去演出，可取名为“修真坊雨师娘子团”，这样才能把更多的人，特别是万年姓的达官贵人招来，让他们在这里买宅子，在这里修仙，在这里吃喝，那这荒凉的修真坊不就繁华起来了吗？至于你们的工钱，都由长安献出。哦，当然，演出的时候不能戴面具，这很重要。县令，啊，这个不行。怎么不行？本县令已深思熟虑，可将你打造成长安最有名气的女子。可我并不想做那样的女子。那个，瑞秋，要不你再想一想？李方丈，那年大旱，长安就下了有数的几场雨，修真坊却是一滴甘露未降。正值我父亲去世不久，街坊邻居们都怪我与世之家没有男丁，我这才硬着头皮戴上面具上台祈雨。确实，当夜长安就下起了大雨，并且属这修真坊下的最多，要不长安也就没有这么个女雨师嘛。前次县令要我摘掉面具，我已经摘了，要我带着几个娘子去四处跳舞，实在为难。郎君正在备考，瑞秋要为他做饭。你郎君叫陈谦？对啊。那你过来看看此画，是不是这个人？这是何人画的？好像啊。他在哪儿？现在何处？哦，他在屋里睡觉呢。睡觉？县令来到你家，你郎君却在睡觉，这不合适吧？他彻夜攻读，太过辛苦。县令来时，我本想将他叫醒，可县令说不必。是啊，我是来找瑞秋谈事情的。她丈夫在屋里睡觉，我毫不在意。明世之风不该如此吗？当如此，当如此。县令务实，不拘小节，苏某佩服。瑞秋，我再问你，你郎君除了备考中，还有干别的什么营生吗？干过一阵子跑腿，我说太辛苦，就劝他辞了。他真的在屋里睡觉？倘若没有，雨师娘子，你可想好了怎么圆谎？县令在我家，我岂敢撒谎？既然你这么想见我郎君，那就稍等，我去把他叫醒。陈叔宝，哎，你不是去宣阳坊送东西的时候认识了个富家小姐，要给人家享荣华富贵去吗？当着我家娘子，你说这样的话是何用意啊？你不是说你的娘子？住口！我承认我和瑞秋有过矛盾，我赌气，也曾在外面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，但现在我夫妇已经和好，你为何挑唆？再说，我也不叫陈叔宝，那只是我的化名而已。毕竟读书人当个跑腿并不光彩。苏明，你可认得这件衣服？啊，这件衣服啊，那天郎君回来，身上突然多了这件衣服，我很好奇。这衣服哪来的？旧货店买的。多少钱？几十万，3天跑腿的工钱而已。郎君说笑了吧？光这领口的绿松石盘扣，又何止几百文？这么贵啊！
我猜，他是在集送铺送东西时偷的了。是。娘子，我给你丢人了，我无地自容。那天我俩大吵一架，之后我就把这衣服挂到了生鲜里，主要是怕店里老板报官，到家里来抓个人赃并获。可过2天又想，毕竟这衣服郎君穿过，挂到那儿岂不是诅咒他？我就又跑回了生鲜里，把它拽了下来。可慌乱间，那颗最值钱的绿松石盘扣却被我拽掉了，怎么找也找不到，只好作罢。之后，不会吧？修真坊的雨师娘子，为了见到雨师娘子的真容，我特意等你下台后摘面具，所以我认识你。哦，你是红娘子旧货店掌柜的，今天到坊间收旧物。哎，您的袍子卖不卖？本来郎君是要把这衣服送回去的，是我自作主张把它当旧物卖了。要挨板子，我替郎君挨打；若要罚，我们愿意出钱。卢参军，那姓戴的掌柜谋害了他的亲外甥，可招供了？招了。那这袍子本来就是赃物，又是死人穿过的，也不值什么钱嘛。至于你身为读书人，竟干出这种事情来，也太不像话了。本县令在此正式的训诫你。是，臣妾知错了。卢参军，我看这件事情就过去吧，毕竟也没有大错。啊，瑞秋啊，刚才我跟你说的事情，你再好好想一想。届时我会从平康坊和波斯馆请人来，为你画出长安最美的妆容。这个陈谦从外貌上来说，倒与阿虎所述的陈叔宝无二，但我总觉得有哪儿不对。你看他身上毫无油滑之气，似乎这都不像是当了百年跑腿的人。哎，陈谦，瑞秋的羽狮舞对修真坊乃至整个长安县都很重要，你要劝他同意本官的建议，平日里还要好好的爱护娘子，不要让她给你做饭，也不要让她再碰伤了。你看看她的额头，哎，懂，全都记下了。请县令放心。卢参军，我把陈谦、瑞秋抓回去再审。胡闹！没看见新令在吗？就算新令不在，也不能随便抓人啊！啊！是。长相思，望归南。传闻凤照树高兰，龙城远，雁门寒。愁来寿转巨，衣带自然宽。陈谦，这后2句是什么来着？小的没读过这首诗啊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如此俗艳之诗，范阳卢氏还挂在嘴头，简直是。后2句我倒是还记得，念君今不见，谁为抱腰看。俗是俗了点，但还是挺朗朗上口的。陈谦，你是哪里的人？祖籍颍川许县，生于雍州蓝田。哎，县令，要不你们先聊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告辞，告辞。哎。阿虎，哎，上官，你昨日说那陈叔宝最喜欢看徐陵诗集，你不会是记错了吧？没错啊，不信你再去问我们老板，我记得就是徐陵，那个南朝诗人嘛。你可看清楚，刚才那人是陈叔宝？是啊，应该是吧。他在自家娘子面前装得倒像个人似的，平日跟我们在一起混时，可没这般正经。
了，辛苦你了。画像耽误了你1夜时间，这是卢参军补你的工钱。谢上官。卢参军，刚才我是不是不该插话？插得好。秀安，拿着这幅画像去蓝田查这个陈谦。是。常看徐陵诗集，却不知道徐陵的诗，这太可疑了。罗参军，如今你探寻线索，真是越来越游刃有余了。那是喜君提醒了我，善丹青者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观察出被画之人的形与神，此人形似神非，对吧？我只是感觉而已。哦，原来是有义妹暗中相助啊！要说有什么特殊的人，那就是他了。他是自己找上来的，而且给的金饼都与众不同。金饼，在哪儿呢？哎，不是，装好。这金饼是天子入主东宫时专门打造的，我收到过赏赐，所以那印记记得很清楚。我虽然没有受过这样的赏赐，但也能看出来，那金饼与众不同。小小解忧殿，竟可连接天子，真是想不到。窗外一束梅。4季都开花。你已经来过了，他们认得你，届时啊，你就亲自去取黄金面具就行。他是第一次来，今天就剩黑铁了。从马铁人前，长安峡少年。到时候戴面具的人会出杨炯的葱马，你要对骆宾王的诗。不过有一点，你对的诗和他说的上句要有相同的字。这哪像暗号啊，像行酒令。就这规矩啊。边锋锦鱼赛，侠客渡桑干。原来是主尊的贵客，只是黄金会员名额有限，委屈了。无妨。会众翻过每个人面前的木牌。万能的主尊，我苦啊！老君不要我们，店也关了，而且我好不容易养大的2个儿子也抛下了我。主尊，这婆娘实在可恨，我本欲休了她，怎奈她那相好的如凶神恶煞，我一个人倒是无所谓，就怕连累了一家老小。也许我本来就不该爱，或是这世上本就无爱。万能的主尊啊，请告诉我，
路在何方？飞乎！木牌上书有4字者，上台倾诉。我姓费名翘，字英俊，别号姬师。想当初，某家也是英俊少年，胸怀大志。初，我想救世，可朗朗乾坤，天下已定，我便立志救人，要成为这天下最好的药师，我就拜在老药王孙思邈门下，成其关门弟子。出师那一刻，我兴奋极了，踌躇满志。我要在长安开一个最好的药馆，我在里面坐诊行医，以后还要在洛阳、在扬州、在成都，在每一个州县都开一座医馆。唉，奈何呀，某有一好，酒也怪长安人太过热情，你给他治好了病吧，他就请你喝酒，这一来二去就变成瘾也。每次大醉醒来，我都后悔不已。这戒酒的事啊，也发过那么几回，可是美酒实在是太美了，其瘾难戒也。在长安一醉就是20年，虚度光阴，苦也。怎么，你们都觉得不苦吗？主尊，我苦啊！继续倾诉。行，那我就继续倾诉了。虽然我常常喝得烂醉如泥，但医术高超的美名还是传出去了，就有人盯上我了。那是一个刺客组织，他们把我掳去，囚禁在阴暗的地牢，逼迫我加入，我誓死不从。可死也没那么容易呀，毕竟我曾经是英俊少年负其志，一死了之，岂不是可惜？再后来，我就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，帮他们研制毒药，供刺客下毒害人。天哪，这不能不说是世间最大的讽刺啊！于是我懂得了什么是生不如死。终于，我找到一个机会，逃了出去，却害得药王门下多人因我被害，我悔恨至今呐。后来，我就在幽暗的鬼市浑浑噩噩，苟且偷生。不想风烛残年，竟遇上了2位英才，还有一位聪慧小姐，一位江湖女侠，还有一个少年英雄。我们一同南下西行，踏遍了大唐的山山水水，终于我又有机会治病救人了。百姓们叫我神医，病患们称我是再生的父母。那一刻我开心极了。没曾想，如今回到长安，又被那个刺客组织盯上了。我曾经的身份一旦暴露，我的朋友们将如何看我呀？太可怕了！
我根本就不敢想啊！哭啊！木牌上书有5字者，上台倾诉。我想讲一个公主、刺客和孩子的故事。刺客想尽办法接近公主，是为了刺杀皇帝。公主探知后，助皇帝又杀了刺客，却发现自己已经有了身孕。刺客正是孩子的父亲。我不知道公主会如何决策，但最终她选择生下孩子，又慑于女皇不能与儿相认。孩子被寄养在寺院中，直到被他的伯父带走。至此，孩子才知道他父亲的家族是一个绵延了500年的世家大族。他的家族一直秉持儒家正统，视此时的女皇，也就是公主的母亲为敌人。伯父教孩子读书，传授家学门风，并开始教他习武，便请天下名师告诉他，有朝一日学有所成，一定要替父报仇。后来，孩子来到京师，昔日的女皇已逝，杀父仇人就只剩公主，而那也正是给予他生命、骨肉相连的母亲。孩子即将面临艰难的选择，但我更愿意相信，只要心从良善出发，以大局为重，仇恨终可化解。公主与刺客之子，说到底，与世间万千母子有何区别？母慈子孝，相互谅解之日，他们也许会联手助力王朝走向盛世，而那500年世家的骄傲，也终将与王朝的荣耀融于一体。今晚倾诉大会，5位倾诉者均已倾诉完毕，请主尊决出最后的胜者。今晚最悲苦者，刺客与公主之子也。我说，不对吧？我讲的是别人的故事，且有一个完美的结局，何来悲苦啊？主尊将砍杀烦恼之魔的幸运赐予了你。斩魔仪式开始。姐姐，他是烦恼之魔，是大魔，常爱世俗众生烦恼，皆有其情。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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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在下苏敏，狄公弟子，曾任长安县尉，也曾任代大理寺少卿，在长安也算探破过几件诡案。可有人认识我？我现在怀疑，这个烦恼之魔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若如此，这所谓的解忧殿便是杀人的邪恶之所。怎么可能？我上次明明看见流了血。那是烦恼之魔的血。如果你刚刚挥剑砍下他的头颅，那鲜血一样会喷涌而出。主尊，我已经揭下面具，亮明了身份，你也该现真身了吧？不可，那是神，神奇嵌于这躯体之内，不可冒犯。不可冒犯神，你会遭报应的，轻则疯癫，重则命亡。当年苏某随恩师狄公探诡案之时，冒犯的所谓神灵何止百千，也不差这一个了。世事纷繁，却有一定之规。人生苦恼，自有解忧之法。本座见不得百姓疾苦，故来此助世人解忧，却遇小儿无礼至此，难道是想让烦恼之魔常驻人间，贻害八方吗？神灵不要生气，请您常驻人间，为世人解忧。主尊息怒，请您常驻人间，为世人解忧。主尊息怒。来人呐，将这个捣乱的扔出去，永远不许他再来解忧殿。哎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阁下是黄金会员，却未能倾诉心声，深表遗憾。无妨，神奇降世，我有幸亲眼见证，荣幸之至。你虔诚信神，何不留在解忧殿修仙？可以留在这里。那是，即便是黄金会员，也无法与这里的修仙居士相比。有何不同？居士们可常视主尊，灵魂与神同在，烦恼无法侵袭，更有机会斩杀烦恼带来的魔中之魔，不是今日台上那种稻草人。太好了，只是我在凡尘有未了之事，待了了，定来此修仙。还有一事相求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也想来此解忧，不知有什么法子，能让他有机会当众倾诉。若金饼可以解决，只需说出数目。金银是烦恼的源头，这里更非敛财之所，而你的朋友
怕是与这里有缘呐。何意？今之解忧大会被苏姓宵小所扰，主尊亦很遗憾，所以决定明日加开一场，只允许12位黄金会员幸运入内，并皆有机会倾诉心声。带你的朋友来吧，无需金饼。罗三军，我今天是不是搞砸了？何出此言？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做。只是那烦恼之魔伪装的过于神似。我跟你说，上次我眼睁睁地看着，咔，溅出了血，而且就是人血。再说，若是稻草做的，那头颅掉在地上，那个声音不可能那么逼真，那就是人头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那主尊声音是从何而来？哎，你耳朵好使，你有没有听出来？怪了，我这耳朵一进解忧殿就失灵了，居然没有听出来那声音不是从主尊那儿发出来的。他身后的侍卫甚是可疑。还有就是老费心里的苦胜过黄连，我们之前对他的关心还是不够。咱们把今夜听到的全忘掉，以后也再不问老费的过往。哎，喜君告诉我，在韩州城下，老费曾说：“你我不能走，生一起西行，死共赴黄泉。”所以我们永远都不能舍弃他。按说呢，我吃鸡是可以不用给钱的，因为我有。我好东西就不往外拿了啊！姑，给钱。你要哪只？就要那只马上就烤好的，鸡尖儿有汪汪的那只。可那只鸡已经被人定了。定了？啊？没定，就是您的。我去方便一下，回来就要吃啊。得嘞。陛下。这家要脱落了，应该不会留吧？你的药膏真好，若是之前，这样的疤总要留1个月。来，好了，郎君，你也累了，我烧了水，我帮你洗脚吧。不要，要洗便一起洗。我的脚大，好丑。脚大才站得稳，在我眼中美得很，如同你的容颜。罗阿生，好歹也是在长安有宅子的人，不仅有宅子，还能还清智库的钱，不仅不欠钱，还能有余钱。从今往后，我阿生也能挺起胸膛，堂堂正正做一个长安人。
你背叛主尊，救命啊！这是乌索邦主尊给你的优待，还是你就没有汗毛？使者，使者，使者，不要留我一个人在这儿！使者，救命啊！对上了。羽师娘子有正时分离开的家，她的郎君陈谦比她晚一刻，他们二人有所防备，故不敢跟太紧。方向无误，但是否真的进了解忧殿，就不得而知。虚正时分，夫妇双双回家，我本想一直盯着，却听见阿生的惨叫。哦，他们两家住得很近，阿生怎么样？在生仙林，我把他救下，他命可真好，费叔用来救命的宝贝都给他用上了，现在已经醒了。说好了交朋友，朋友就该无所隐瞒。可你呢？要不是我让樱桃女侠暗中保护你，你可就……他们居然要放干我的血，会让那些鬼鸟吃了我，连尸骨都不剩啊！你竟然连生仙林的秘密都知道啊！大胆阿生，你到底还隐瞒了什么？上吊、服毒、跳曲江，我该选哪个呢？那是2个月前，我发现娘子竟然背着我，在我买的宅子里与人相好。我当时伤心极了，就想一死了之。却听说方内新开了个解忧殿，那个地方我知道，是前朝哪个不知名的将军的府邸，据说闹鬼没人敢去，荒废了多年，不知何时却被人弄得像模像样。一番倾诉之后，他们竟然要我做解忧居士，在那里寻找修仙之法。我担心他们是想借此谋我的宅子，那宅子来之不易，我怎么能同意？可法坛侍者非但不生气，还给我派了差事。每次给的地址都不一样，让我去那些地方说解忧殿的好。我心想招揽客人最多就是个牙人，可他们却让我发誓，说绝对不能背叛主尊，否则就用惩戒内奸的办法处决我。我要挣钱，也就同意了。拿了钱，却不帮人做事，所以才有了今晚的劫难。不是，拿人钱财帮人办事，我阿生是讲规矩的。那又为何？你不是在指定的地方招揽的，在法坛一闹，肯定对他们构成了威胁。还有就是，我背着他们收了金饼。樱桃，去他家看看，金饼是否还在。所谓黄金会员要用金饼来换，这是你的敛财之术。是，他们只让我招揽人，没说过要收钱。黄金、白银、黑铁，其实也没什么区别，噱头而已。入殿修仙亦不用供奉家产，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。不过从那一刻，我是真的相信主尊真的是神，因为只有神才不图金银，只为我们解忧。哎，你娘子人呢？去你家怎么没见到？自我在解忧殿倾诉后，兴许他知道我发现起偷奸，就跑了，再也没回来过。那你怎么知道是跑了，而不是被人害了？还有，
你为何不报官？我为什么要报官？切，那样的娘子死了才好呢。你比我想的还恶。我问你，解忧大会原本3天一次，突然加开，可有先例？从来没有。他们先后都让你去哪些地方招揽人？仔细回想，不得遗漏任何一个地方。是。这新庆坊原名隆庆坊，是当今天子任临淄王时所筑。我也发现了，他们让阿生所去之坊，都有天子近臣居住。莫非卢参军，金银都在。哎呀，这解忧殿不图金银，才正是其可怕之处。刺客组织血滴，朕倒也听说过。既是为了朕的安全，又何罪之有啊？只是，朕心中多日郁结，当如何倾诉？陛下不如在这里倾诉，由卢参军转述。奴婢多嘴了。这主意不错。我讲一个故事。一个遥远王国的故事。有一位王子，微不足道。之所以这么说，因为他有很多兄弟，更多的堂兄弟。他强大的祖母统治着王国，祖母看不上他的父亲，以致王子的童年被幽闭在深宫之中。母亲遭误，做燕谷之胄而被杀。王子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母亲被葬于何处。祖母退位以后，他的伯伯做了国王，大权却落在了伯母和堂妹的手中。弄臣溜须拍马，朝廷卖官鬻爵，朝堂上下乌烟瘴气。王子冷冷看着这一切，直到姑姑找到他。后来有人说他性情果敢，胸有大志，其实不过是事后诸葛。我是喜欢骑射，但我更爱各种乐器。若真说志向，我想成为全天下最好的演奏家，在湖边的午后，按照自己的节奏，轻轻地拍打着节鼓，看太阳慢慢落山，了此一生。那是三郎最大的渴望。然而，命运把我推向了亡国的风口浪尖。唐龙之夜，在下达决战的命令前，我浑身都在颤抖。猛烈跳动的心仿佛要冲破躯体。那一刻我知道，箭一旦射出，便不可能回头。一场大战后，王子被立为储君，2年后当上国王，大权却掌握在姑姑手里。那是小时候最疼爱我的人，或者说，唯一给过我温暖的长辈。我可以尊敬他，甚至听他的，但如今我是天子，不能任人摆布。大唐必须迎来盛世，为此，朝堂之上必须有绝对的权威。王子并不在乎权力，却被推到了王座之上。他追随者寥寥无几，而姑姑身边却簇拥着文臣武
将。乖是乖，我错生在了帝王之家，朝堂上多了一个空有一腔抱负却毫无用武之地的傀儡皇帝，而乐坛却少了一个天赋异禀的演奏奇才。人生确是苦海，且每一个台阶上都有每一个台阶上的苦。我挣扎着想上岸，可岸却离我越来越远。曾经的王子挣扎着想游出苦海，却离岸越来越远。我的故事讲完了。今晚解忧大会，12人均已倾诉完毕，请主尊决出最后的胜出者。世事纷繁，人生苦恼，12军各有各苦，无胜无负。共同砍杀带给人间烦恼的魔中之魔，请诸位随我来。哎，这可，你们干嘛？哎，你们可不能杀我啊！我可是大唐济公公主封的。你走吧。走。魔中之魔已化人形，斩而杀之，死后余年再无烦恼。我看，谁敢上当？罗凌风，放心吧，老费，有我在。哎，小兄弟，你让开，让开！斩杀魔中之魔，再无烦恼。斩杀魔中之魔！都冷静些，我们被骗了。你们看清楚些，他明明是个人。啊，那个所谓的主尊，骗我们杀人，那便是要挟。我真的是个人呐！我姓费名翘，字英俊，别号济师。这公主还封我为大唐济公呢。骗人！这不可能！乱骗人！听主尊的，杀了他！杀！跟我走！那你小心点啊！不要管那个老朽，杀那个年轻的。大将军，你们来的正好。多亏喜君画出了地图，不过这地方可真难找。保护老费。是。
堂哥。哪里走？哎，点火！这些鬼鸟最怕火了，用火烧它们。是。撤！还不摘下你的面具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所谓主尊的声音，就是你发出来的吧？能发出那么苍老古怪的声音，我很好奇，你会有什么样一张脸？升仙林，没想到这从小长大的地方，便是我的归宿。陈谦，祖籍颍川许县，生于雍州蓝田，这可不是你吧？当然不是。那日没对上你的南朝验尸，我就知道自己露了马脚。本想过了今晚离开长安，没想到来的怎么会是你？不应该是大唐天子吗？天子英明，怎么会中尔等诡计？终是出了纰漏啊！可错在哪儿了呢？你是新任的血滴盟主？你这糟老头子，我儿是见过，觉得你有趣，不然也不会让你活到今天，充当魔中之魔。可惜啊，我还是太自大了。不过你也别太得意，下一任血滴盟主会找上你的。这么说，你默认了，你就是血滴盟主？何须默认？承认便是。不要以为我死了，血滴就会消失。就像烽火疗城和墨野幽燕死了，自会有人接替他们，成为新的血滴九子。盟主也一样，只要江湖3年未出血滴令，九子自会经过推举，产生新的盟主。盟主如此年轻，却能临危不惧，苏某甚是敬佩。但我有一事不明，想当面请教。这解忧大会始于2个月之前，颇费周章，却不谋金银，就是为了今日之局吧？你是个聪明人，我承认，关于解忧殿的一切都是我的预谋，与他人无关。哼，既是图谋天子，
是受何人指使，或者说，是何人雇佣，血滴行刺？这个不能说，毕竟这是刺客行的规矩。可你却以驱魔的名义杀人，这又算哪儿的规矩？凡这2个月中死在解忧殿的，都是恶人，或坑害郎君，或虐待娘子，还有打骂爹娘的、下毒害人的、拐卖孩童的，皆是该死之辈。故而他们死了，也不会有人报案，不是吗？只有今天这个内奸例外。诸位，小生告辞了。来生若有缘再会，记得我哟。哎，快拦住他！老飞，这还有救吗？来不及了。当年我给血滴门人配制的自杀神丸，藏于假牙之内，一旦咬破，无药可救。你这是在做甚？我想确认一下，他是不是戴上陈谦的人皮面具？我看了，不是。新县令，别来无恙。卢参军，解忧殿的案子都已经查实了吧？何时放了瑞秋啊？瑞秋，就是雨师娘子啊。我辛某主政长安县以来，别的地方可能有错，但是利用雨师娘子为招牌，打造修真坊修仙圣地这一想法没有错。还请卢参军高抬贵手，赶紧放了瑞秋吧。那解忧殿再可恶，雨师娘子也就去跳个舞，赚点小钱贴补家用。与刺杀天子的阴谋没有关系呀！如今于师武已在长安小有名气，再推一推，就有可能火遍京城。我辛子房愿以县令职位为瑞秋担保，也已恳请宰相在陛下面前为瑞秋求情。你跟卢凌风说，能放就放了吧。大唐气象万千，能容得下一个有些过世的女子。再说了，长安有个女雨师，不是挺好？我说你唉声叹气什么意思啊？到底放不放啊？恩师狄公曾经说过，案无大小轻重，但需渐渐水落石出。可这瑞秋入狱以来，一言不发，且此案尚有诸多疑点，如何结案？义兄，卢凌风，我能帮忙做些什么吗？进去以后，快点把你的罪行都画出来。我见过你，雨师娘子，真是晦气，怎么跟你关在同一个牢房？我如何晦气？我本是画师，协助宫谢到过你家，因此听说了解忧殿，觉得有趣，便在自己家也开了一个，结果被宫谢缉拿，判我有罪，还让我把罪行的全过程都画下来。不是你的晦气，画来何用？谁知道呢？我已定罪，自然不是证据。
当是留给后人看吧。对我而言，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。留给后人看，给自己一个交代。画师娘子，你可否帮我也画一画？画师娘子，瑞秋身在牢狱，无以为报，现行谢过。我生在羽师之家，却非男丁，本是不能继任羽师的。顾阿爷从不正眼看我，瑞秋自幼没了娘，阿爷祈雨不成，常被罚钱，心中郁闷，便喝酒打我。邻居们也开始疏远我，甚至谩骂驱赶。那时的我，只有在生仙林，才能感受到那份宁静与安全。那里只有莺歌与虫鸣，后来还有了他。你是谁？从哪里来？为何偷我圣仙林的路？哎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想跟你开个玩笑，没想到吓到你了，对不住。刚才这可怕的声音是你发出来的？是啊，好玩吗？我不信，那你可要听好了。这整个圣仙林都是我的，包括这里的每一滴露水。还真是你，你这个怪人！怪什么？这可是阿爷教我的祖传绝技。所谓采路人这一行当，其实由我而始。我将露水卖给来坊里修仙的外地客，换些赏钱补贴家用。自认识他后，我采的露水越来越多，换的赏钱自然也就多了。阿爷看见银钱高兴，便很少打我了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！一晃我们都长大了。他不再发出古怪的声音吓我，却也不再和我说话，每次都离我那么远，仿佛我们中间隔着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。这是他们长大后的样子。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但我知道他就住在袖珍坊。于是我找各种借口，走进过坊间的每一家每一户，却从未遇见过他。7年前的一个清晨，他突然来找我，那是他长大以后第一次跟我说话。我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，再回到长安，还能见到你吗？能，我生来就住在袖珍坊，现已接替阿爷成为这里的羽师了。知道，你奇遇的时候看过你跳舞，跳得很美，以后多跳。走了。之后的2年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突然有一天，郎君，教我吗？你是谁啊？穿得如此奇怪。我是羽师，刚才我……哦，你是刚才祈雨的那个。你长得如此俊美，戴着面具可惜了。他好像不记得从前的事，我
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，故意装糊涂。毕竟他从小就爱那样，我迫不及待地嫁给了他。婚后，我带他去了升仙岭。我想，到了那儿，他总该承认了吧？这什么鬼地方啊？这是我们从小相识的地方啊。谁和你从小就认识？我祖籍颍川许县，生于雍州蓝田，这是我第一次来长安。你不会之前还有个相好的吧？居然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？怎么可能？哦。我明白了，你骗我的吧？世间不会有如我一样潇洒倜傥的男人。我知道是自己弄错了，心中懊恼，但已成婚，悔之晚矣。婚后的第1年，夫妻恩爱，倒也幸福。可从他第1次落榜之后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。你说我为什么落榜啊？是不是被你这个装神弄鬼的女御史防的？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我怎么就娶了你呢？因做御史，常被无赖调戏，他不护着我，却怪我招惹那些无赖，继而便是无穷的羞辱、殴打。随着他屡试不中，愈演愈烈。半年前他说，不能总靠我养活，要出去自己找点事做。其实我还挺高兴的，可后来，我常在他的衣物上闻见胭脂香，那是富家小姐才用得起的胭脂。我就明白了，他去急送仆做跑腿，只是为了这个。但我更不能忍受的是，他居然开始偷东西。才开门，这里藏男人了？对不住，郎君，刚才在做饭没听见。哪里来的衣服？旧货店买的。多少钱啊？只是文，3天跑腿的工钱而已。郎君说笑了吧？光这领口的绿松石盘扣又何止几百文？这都第几次了？你不能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偷东西了。你个晦气的女人，还教训上我了？你每隔3天出去一次，干什么去了？没干什么。不说，我打死你！之前我额头上那道疤，就是这么来的。他指责我3天出去一次，确有其事。我是去解忧殿解忧，却从未得到过倾诉的机会。后来，法坛使者邀请我做燃灯使者，在斩杀烦恼之魔前做法事，听起来和与世求雨也没什么区别，我就答应了。毕竟工钱也不少。我如实向陈谦说：“哪有那么巧的事？你的那些钱都是陪别的男人睡觉赚来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这个下贱的女士！给，这是休书。甩了这一身晦气，我一定可以金榜题名。”郎君，你不能这样！滚开！我万念俱灰，决定在神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。郎君，你回心转意了吗？我不是那个人，但从今天起，我可以替代他。是你吗？明早还来采路吗？可惜我有事，不能帮你。真的是你啊！怪我，回来迟了。
也怪他竟来了长安，还遇到了你。他说话我听不懂，但在圣贤岭发现那件袍子时，我吓坏了。娘子采路辛苦了，吃饭吧，我刚刚做好。你是谁啊？我郎君臣妾是不是被你？我说了，我可以替代他，以后我就是臣妾。他对我百般呵护，万千宠爱。他名唤寻娇，生在刺客之家，是双生子。他阿爷不希望2个孩子都成为刺客，就把其中一个送给了蓝田姓陈人家，取名陈潜。而他7年前离开长安，是因为接下了一项任务。自此他远走西域，辗转各国，才完成那项任务。此番回返，本想娶我，不成想我竟嫁给了陈潜。所谓命运弄人，不过如此。这个像是血帝的做法，为了完成一个刺杀任务，竟然可以用7年时间，亦可以为刺杀天子专门设下解忧殿这么一个局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血滴散落民间，但在长安却有一个联络之所。我虽然没去过，但好像就是在解忧殿的所在。哎，老费，你只是个郎中，跟血滴组织毫无关系，不该知道这么多啊。对对对，对对对。从始至终，瑞秋都没有参与解忧殿的作恶，她只是个苦命的女子罢了。西君，你有没有透露给他本参军有意放他的消息？她不愿意出来。哦，我跳羽狮舞，就是为了解忧。如今他们都死了，我知忧愁再无可解，更无心情高台起舞。若这牢房也不能容我，便只有死路一条。也许瑞秋永远不会忘却这一切，但或许她能重新振作，回到袖珍坊做羽狮娘子。但眼下还是让她暂时在雍州寓好一些。这袖珍坊没有羽狮也不算什么，毕竟其他坊都有羽狮。这下雨了，总不能一滴也不落在袖珍坊吧？只是以后没有人带我们跳舞了，这何以解忧啊？就是，我这好久都不跳舞了，浑身哪儿都疼，一会儿都高兴不起来啊。
跳得虽好，但是比瑞秋差远了。新县令这话说的，像是有怨气哦。这是我最后的抱怨了。还是县令不假，但已经被贬到巴蜀最偏僻的县去了。这不，正要启程呢。新兄就一个人，连个随从也不带吗？你当我是贪官呐？身无金银，去这么偏远的地方，谁愿意跟着我呢？不过，能在长安当一回官，也不枉此生了。为官之要义，就在于为百姓做事。我虽没做好，却也尽力了。昔日满怀的焦虑，随着今日之被贬，也都烟消云散了。二位仁兄，就此别过。新兄这一番话，让卢凌风刮目相看。巴蜀天高路远，新兄一路平安。一路平安。